我和影视和解了，也抢到了大疆 Pocket 4P。视频开始，首先感谢大家在上个视频里的关注、评论，还有你们提供了海量的关于影视首发不好的体验案例，他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并且绝对不会对我采取下架、投诉之类的行为。视频发出去的第3天，影视的高级客服专员小姐姐就给我回了电话，他们逐帧的看完了我的视频，一个不落的回应了我所有的不满和气愤点，没有逃避，没有找借口，是真的在倾听消费者，想把事情做得更好。这点我觉得在当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比起那些不能提的公司是吧？可能我已经查无此人，身负巨债了，但影视不会。当然也没给我赔钱，没有给我免费送相机，这是我自费买的，我还是退货了。一会儿咱们再说它。这一通电话在短时间会带来什么实质性的改变吗？不会。我要的也不是对我一个人特殊优待，把影视飓风哄好了，不等于天下太平无事发生。以后我还要买 Go 4X6 Luna 2呢，我可不想把这些糟心事儿再来一遍呀。比起给我赔钱送礼物，我更希望他们真的能越做越好。但说实话，我对影视这家公司的未来是有信心的。上个视频就说了，他们的产品力是一点也不差，虽然不完美，但完全能用、好用、够用。反倒是我买过的大疆 Action 2过热， Action 3虚焦，御3出版双镜头匹配问题直接下架变3眼型号。所以你凭个别型号的成功就断言 4P 绝对是一个全方位无懈可击的机皇，不好说。两台机器各有优劣，不能100%代替我的 R63。只要你会用 Luna 4P R63 电影机，甚至是 iPhone 17，都能拍出绝美的作品。而画面的美不等于你能火。Luna Ultra 在很多渠道已经能在3500左右拿下了。有好价，那我就冲了。这不是官方降价，只是偶尔冒出来的平台券，加上影视对首发的控价没有隔壁那么变态。据我所知，大疆有一个独立办公室，有一个团队。新品控价期，谁敢砸价放货赚流量？对不起，下次没你的货了。你明天可以不用来上班了。所以大疆的价格还会持续坚挺一段时间，供货也会持续紧张。真有需求的话，加油抢吧，手速活。我看到很多朋友吐槽 Luna 和 4P 的做工问题，首先是过热。其实电子产品适当的发热是好事，说明它正在运算运行，并且顺利的把热量从电路板芯片导到了表皮外边，整个机身就相当于一个巨大的散热片，把热量散出来，而不是像一个灌汤包子一样把热量闷在里边捂死自己。我是佳能的初代 R5、R6 的受害者，机器摸着不热，内核早就开锅了，视频不让拍，摁下快门没反应，要你强行静置半小时才能拍。别说这么小的相机了，佳能、索尼电影机也没有人 8K、6K、240帧一镜到底拍2小时的，拍 4K 30、4K 60就挺好，电耗、存储占用和发热都比较平衡。Luna 的按键过于清脆，在特别安静的房间会把按键音和拨杆音收进视频。目前只能把屏幕离远点，或者调整收音位置。希望影视后期能优化一下降噪逻辑，用 AI 去掉这个声音，或者出一个安静版的屏幕套件给需要的用户。这点我觉得不能完全的怪影视。佳能相机为了提升手感和反馈感，很多的按键都会有断落的哒哒哒的感觉，一样会被收进你的视频里边去。但是佳能有一些曲线救国的方法，比如你可以把这个哒哒哒的环子和这个没有声音的环子对调功能，看看影视后期会怎么样解决吧。而 4P 网上被吐槽最多的就是镜头异响，因为这代头太重了，所以有轴锁，就像相机的大稳定器一样。4P 集成度更高，随手揣包里带走，框量一定会被设计得更大一点，不然稍微不对准有异物，两面金属就会在一起嘎嘎嘎摩擦，留下划痕。这些都是设计对实用的妥协。所以我个人非常建议大家尽可能的选购两家的随心换服务。如果是质量问题，不计入置换次数，免费维修或者换新，无次数限制，相当于买了个延保。这种相机天生胖头脖子细腿短，1米自由落体，大概率脖子和头着地，直接摔弯废掉。
我的 Pocket 3就是这么没的，还好随心换1天完成置换，原封没拆封，直接拿去大疆爱回收换新，单机换了1400加200元4P 优惠券，等于1900。相比之下，伊拉克战损的全能套 Pocket 3只能回收900到1200，所以随心换真挺值的。如果你有好朋友、好闺蜜借机器出去玩，万一有意外，没事儿，你让他把这机器在地下当足球踢都行，换回来也就200来块，友谊小船还在。当然也有朋友说，我用了一辈子打日本帝国的单反全画幅，从来没买过什么随心换，中国制造就是不行。其实你好好用不手滑，这俩相机我有信心用5年都不会坏。在一些明知道有危险有风险的拍摄场景，我会刻意的用 Luna、Pocket 和 Action， 而不是 C300、C80、FX3。真出意外摔了，我损失的不是3700，不是37000，是300块。况且你的索尼、尼康能这样吗？虽然这个功能还不完美，需要一定的学习成本，比如视频拍摄成片太晕，我想象的视野和拍出来的有偏差，但至少我有这功能啊。顺带一提，两家的随心换只赔本体，不包括附件。Mac mini 2和墨水屏 Mac Pro 都不在保障范围内，这一点需要格外注意。还记得上一期我预言大疆不会有云台锁，现在2台机器零售版都拿在手里，我终于能客观的对比一下了。大疆西安高新区2家门店都给了我错误信息，说 4P 没有完全锁云台的功能，只能锁俯仰轴，也就是锁上下不锁左右，或者按下摇杆锁定。但这锁了个啥玩意儿？其实只要连按3下 C 键，右上角出现了一个小的锁字图标，就可以完全锁定了。功能上和 Luna 完全没有区别。不是，你们在员工培训不到位这块要不要这么同步啊？变焦这块2个相机的表现都差不太多，不明说型号，99%的观众都看不出区别。本来说来线下门店学习4P 操作呢，结果一不小心误闯阿根廷美食节，职业病犯了，一转美食节目，那咋办嘛？看见牛排龙虾，你能忍住拍一拍吗？顺便一说，接下来的片段2个相机都是全自动曝光、全自动白平衡、普通色彩，略微后期调了亮度，机器挂着卓尔1/4黑柔，没带麦克风，音频都是机器收音直接从视频文件里拖出来的。大家参考一下牛排，不是2台机器的表现吧。That look gorgeous。必须要特别说明的一点是，2台机器的锐度我设置的不一样，大疆负2，影视默认0档，所以不用盯着谁的画面更高清、更鲜艳说事儿。这段我纯粹是怼实物脸上，看看微距拍摄的效果。叠个甲也不用谴责说我拍法的手法太业余，全自动、全默认参数，这应该就是99%的消费者会用来记录生活的方式。任何人上手只会比我拍得更好，不会更差。可以吗？再切一些吧。有博主吗？对，没有。测试新设备。这个专业，很专业。
牛肉真不错，嫩嫩很有口感，而且正适合我现在这种减脂的状态去吃。你看，完全几乎看不到太多的肥边儿，吃在嘴里边又没有那么的柴，配合上这个阿根廷的青酱，里边有洋葱有青椒，吃在嘴里边这个酱还脆脆的。今天我甚至没带麦克风，也不知道收音收的会怎么样，但是我对4P 和 Luna Ultra 的收音都非常的有信心。来一口，别客气，来一口。好了，我也不折磨你们的耳朵了。从这儿开始，音频全加上达芬奇的 AI 降噪。4P 的位置我放得更远一些，所以听起来环境噪音会更大一点，加上 AI 降噪会更失真。一般刻板印象都会说阿根廷、巴西牛肉是比较廉价、经济实惠的肉类，但你别说他们这儿的处理，嫩中带爆汁儿，爆汁儿中又不会显得那么的柴，非常的好。我特别爱吃他们这儿的一个花雕啊，这个花雕小龙虾，一股淡淡的酒味儿，超喜欢这个。哎，这个有意思啊，这个有意思啊。淡淡的酒香，你好，是阿根廷特定的一个美食节。焦糖牛奶凤蛋，太好了。咱们来一份吗？好了，来一份。跟正常的焦糖布丁没什么区别，都好吃，就好像一个绵柔柔漂浮在空中、如梦如幻一样的一个太妃糖。这怎么刚吃完20分钟，你们就已经有2.0的版本了？因为那个确实不太完美，所以试一下，哦，是吧？你们这个再尝一下吗？可以啊，可以。你们这个进步的好快啊！对，谢谢您夸奖，就餐愉快。哎，这就漂亮多了。学无止境啊，家人们，厨艺都只需要20分钟就可以更精进。完美版的 Pro Max 阿根廷布丁。口感上其实没太大区别，就是外观现在是满分了。很好。Hello, sir. In Spanish? Yeah, Will Spain win the World Cup? yeah. I from Argentina, you know? Oh, so will Argentina Yeah, win the World Cup yeah. The World Cup. Yeah, this year again. again? Argentina win. No, you can't. Yeah. No. Spain, no. England. No. Argentina win again. And Messi will be the best scorer in the history. Messi have 6 goals now. Yeah, You know? yeah. Messi is the best. Goat. Yeah. Better than Cristiano. 现在我们买到了 Luna 和4P，就差新车到位，可以出门旅拍了。希望这期视频能对上期所有的疑问做一个圆满的回应。
有什么问题、吐槽、建议和想对大疆影视说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弹幕敲起来，我相信他们肯定能看到。至少影视这边，我按着头都得让他们给我看完。我们长安调柴，下次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再见吧，拜拜。影视这么好玩的麦克风都没有拿出来大力宣传，是不是真的好可惜？